家好，宠粉的仪态又来了。谈起分手这个话题，大部分人分手后都是老死不相往来，可明星们因为工作的原因，不可避免的会和自己的前任同台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有的人落落大方，毫不尴尬，有的人却是浑身都透露着不自在和紧张。今天仪态就带大家一起看看那些分手后再同台的明星，看看谁的表现最出乎意料吧。先来一个送分题，时隔27年再次与前任同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别急，这题已经有人替我们答了。3月23日，林心如和林志颖这对多年前的前任情侣在活动上再次同台的消息，直接霸占了各大平台的话题热榜。在当天的活动现场，林心如和林志颖看上去还是很和谐的，似乎完全没有前任相见的尴尬和疏离，反而跟多年好友一样对着镜头侃侃而谈。现场有媒体采访两人时，还特地拿林心如和林志颖几十年前的恋情出来调侃。谈到了那部由两人共同合作的电影《校园敢死队》，他们正是因为合作这部电影而一见钟情的。当问到两人见面会不会尴尬时，林心如大方的表示，而且还好，因为我们又不是上一任，对，上一任，而且上辈子，所以并不会觉得很尴尬。但记者似乎并不想放过他俩。面对媒体的连环发问，原本还很坦然的林志颖也被逼问到不好意思，还特地求助了身边同场参加活动的侯佩岑。结果侯佩岑的问题比记者更刺激，对着林志颖直接问他电话号码是不是27年前的那个，这是在内涵大 S 和具俊晔的重逢吗？现场气氛看上去很和谐，不过有眼尖的网友发现，他们虽然说是多年好友，但在合影环节，林心如一直在谨慎的避免碰到身边的林志颖，看上去反倒有些不自然。多人合影时，林心如也是以占 C 位为由，利用旁人隔开了自己与林志颖的接触。按理说，作为这次活动的中心人物，又是多年好友，双林一起占 C 位完全没问题啊。有人说两人已经各自组建家庭，避嫌很正常，但也有人说只是商业合影，同框时碰到也很正常。再说两人是好朋友，林心如都刻意规避，不免显得太尴尬了。仪态只想说，这一对前任相见的场面已经很和谐了。你们是没有见过其他明星跟前任见面时的现场氛围，比这个尴尬窒息的大有人在。就拿这次事件主人公林心如的丈夫霍建华来说，他跟偶像剧女主陈乔恩两人的感情也是纠纠葛葛很多年，结果最后却以霍建华娶林心如的结局收尾。当时坊间流传他们分手的原因有2个，一个是比较官方的公司不允许艺人恋爱，另一个是因为工作原因聚少离多。而且在两人恋爱期间，陈乔恩的前男友曾经找过她，当时还被媒体拍到，以至于霍建华直接误会陈乔恩，两人大吵一架后不欢而散，直到2014年才合作了《笑傲江湖》。剧播出期间，霍建华受邀录制非常近距离，一上来就回应绯闻。首先他表明自己对绯闻的态度就是不回应，随便别人怎么说，让当时还是绯闻女友的林心如非常无奈。当主持人李静问，但是如果有一天有这种复合的可能，你会抗拒吗？霍建华的回答也很抓马，我也不会去刻意抗拒什么。他还表示希望自己和陈乔恩能给圈内人做个示范，分手后的情侣依旧是可以再合作的，他俩也确实做到了。但剧外的同台却暴露了各自的真实想法。2016年，两人在某个音乐颁奖典礼上再次相遇，当晚携手领奖的多半都是情侣，偏偏他俩被安排到了一起。更尴尬的是，那时的霍建华已经公开了与林心如的恋情，身旁却站着自己的前女友。作为昔日的情侣，霍建华与陈乔恩的不自在简直快溢出屏幕了。当时陈乔恩上台，霍建华和另一位业内大佬在台上迎接他，但陈乔恩上台后满面微笑的与大佬握手，却直接忽略了霍建华，期间甚至连眼神都没给他。而当时霍建华手都准备伸出去了，在看到陈乔恩转身后，就尴尬的用手摸了摸衣角。后面两人同框站在舞台上的时候，陈乔恩也是全程无视身边人，两个人在台上一度冷场10几秒，最终靠着主持人欧弟解围，流程才进行下去。这样尴尬的场面在陈星旭和张婧仪身上也出现过，他俩在拍摄《一见倾心》时因戏生情，但是拍完没多久之后，两人就分手了。可分手归分手，剧的宣发还得做，于是就出现了采访中互相看不顺眼的情况。采访过程中，张婧仪的眼神一直飘忽不定的，两人坐得也很远。主持人提问考验两人的默契程度，陈星旭最喜欢的五官是鼻子吗？张婧仪和陈星旭都回答否。陈星旭表示觉得自己的鼻子很好看，张婧仪直接翻了个白眼。有网友解读他俩合体的表情，张婧仪满脸都是老娘懒得看他，陈星旭的表情则是这婆娘到底有没有爱过我。情侣分手后再同台，尴尬的不是一星半点。
胡歌和江疏影也是这样。2019年的国剧盛典颁奖晚宴上，胡歌和江疏影作为内地影圈的重要演员，两位都被邀请到现场参加活动与评选。在现场，这对曾经的恋人座位仅1人之隔。虽然江疏影离前男友很近，不过她全程不往胡歌身上看一眼，甚至连正常的交流也没有。在活动期间，一直都跟坐在他另一边男性热聊，似乎有意避开他跟胡歌产生交集。反倒是胡歌被现场镜头几次拍到他偷偷看江疏影的模样。两人一起上台后，江疏影还刻意往胡歌的反方向挪了一步，他们中间本来就有一定距离，因为这一举动，胡歌和江疏影就隔得更远了，尴尬的氛围简直肉眼可见。不过这也不能怪江疏影。2014年末，胡歌与江疏影在街边亲密会时，恋情曝光。可还没到1年，江疏影就在好先生的发布会上表示自己跟胡歌已经分手，戏内两个人你侬我侬，情真意切，戏外却早已从恋人变成了前任，任谁都会尴尬吧。郭采洁跟杨佑宁因合作电视剧《向前走，向爱走》擦出火花，两个人因戏生情后交往了3年，经常在社交平台上秀恩爱，可在一起时多甜蜜，分手同框就有多尴尬。分手之后，郭采洁跟杨佑宁因为此前合作的电影《对风说爱你》上映，不得不同台营业。结果合照时，一个站在最左边，一个站在右边，中间隔了3个人，堪称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。就连如今家庭幸福的邓超也遇到过与前任同框的尴尬场面。2015年，邓超凭借与段奕宏、郭涛合作的电影《烈日灼心》，拿下了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。没想到的是，颁奖嘉宾是他相恋3年，最终因为对方拍大尺度戏而分手的郝蕾。于是超哥的表情就变成了这样。好在郝蕾心里也有数，3位男演员一起走上台领奖，他先是把奖杯给到了段奕宏，两人短暂的拥抱了一下。另一位颁奖嘉宾把奖杯给了邓超，接着郝蕾为郭涛颁奖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两人没有实质接触，邓超看了几次郝蕾，但郝蕾直接忽略了这个人。短短的10几秒钟，是邓超和郝蕾分手多年后的首次同台，没有寒暄，也不可能有和解，两人就是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。比起前几对，姚晨对待前夫凌潇肃的态度更决绝，毕竟两人之前离婚大战闹得还挺凶的。2019年在7月份举办的上海电影节上，姚晨和凌潇肃两人都在红毯受邀名单上，这也是两人离婚之后首次出现在同一场合中。还没等两人碰头，媒体就已经开始宣传两人的世纪同框了。但在活动当天，两人的表现也是不负众望。在现场，姚晨直接一改婚内的颓势，一袭大红裙现身，气场全开，浑身都写满了姐就是女王。反观另一边的凌潇肃，看上去一副越来越颓废的模样，跟前妻姚晨的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虽然是参加同一活动，但姚晨跟凌潇肃一场活动下来，媒体愣是没拍到两人互动的画面，就连打个招呼或是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面的照片都没有。曾经是夫妻的两个人比陌生人还要陌生，算是把老死不相往来这句话的精髓给全部体现出来了。这边有互不打扰的前任夫妻，另一边就有火药味十足的修罗场。在做头发事件出来之前，贾乃亮和李小璐也算是圈内恩爱夫妻的最佳案例了。但还有谁记得在和李小璐结婚前，贾乃亮和王子文也曾有过一段情，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，两人分道扬镳。但好巧不巧的是，在一场颁奖晚会上，贾乃亮和李小璐以及王子文同台参加活动，前任和现任同场相聚的尴尬简直接近窒息。本来在舞台上大家就已经有些不自然了，偏偏当时的主持人还跟个没事人一样，拼命让贾乃亮和前任王子文产生交集，让他根据现场的每一位女生的性格给每个人送一种花。而贾乃亮不知道怎么想的，从面前的桌子上拿了一盆仙人掌送到了王子文面前，而王子文则是手忙脚乱的去接。好在贾乃亮解释说王子文外刚内柔，算是暂时缓解了这场尴尬。但主持人又搞事情了，直接问贾乃亮送仙人掌给对方是说王子文浑身都是刺儿吗？好家伙，这主持人不去炊事班烧火都可惜了。原本脱离了尴尬的王子文听了这句话，红着脸对贾乃亮说了句谢谢这个朋友，谢谢。原本以为前面这对白和事情已经很让人窒息了，偏偏最后贾乃亮给李小璐送花的时候，挑的是最漂亮的鲜花给自己媳妇儿，这一下前任和现任地位直接就高下立判了，能让众人尴尬到脚抠出魔仙宝，主持人功不可没呀。娱乐圈的明星分分合合，有的分手后还能做朋友，有的一合体就成了修罗场。不过咱们吃瓜群众凑个热闹就好，不必太较真儿。普通人遇到前任尚且尴尬，更何况是在聚光灯下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的明星呢？你们还知道哪些分手后再见的名场面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点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